苦楚之赞第8章，遗书吐真言。第8集。研会工作时，陈本夫的同事送来遗书遗物，遗物中有一张陈本夫自制的水彩画明信片。小男孩单腿跪地，手捧红玫瑰，献给身穿连衣裙带蝴蝶结的小女孩。背面写着：宝慧，自民国31年6月28日时，这盒首饰就属于你了，我暂代你保管，时候到了就交给你。盟军海空双管齐下，切断日本本土补给线，日本绝对国防圈、制空权、制海权几近被盟军掌控，日本资源耗竭，生产已近瘫痪。太平洋战场失利，使日军企图在中国战场找补偿。为保障东南亚到日本本土海上运输线，保卫最底线防御圈，日本试图在中国战场开一条新出路，贯通东南亚、台湾海峡，经中国到朝鲜、釜山的铁路和公路，用以运输战争资源。日本人打算，若要本土决战，就把日本权力中心并天皇转移到中国，继续战争。日军大本营为此制定节号作战计划。在美军夺取塞班岛不到3个月，日军2度占领福建省会福州，再次屠城，烧杀奸淫。就在福州2次沦陷不久，10月10日双十节礼拜二清早，陈本夫与中美合作所几位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事教官，乘美军第14航空队运输机，从福建大洲机场返回重庆白市驿机场，准备参加中美英3方情报气象专家并作战参谋会议，以整合菲律宾莱特湾情报，为盟军夺回菲律宾选取最佳登陆点与时间段。不料，他们乘坐的运输机在返回重庆的途中，遭到日军战斗机的突袭，发动机被击中，油箱起火，飞机坠入人山茂密的松林里，机上人员罹难，无一幸存。陈本夫殉国次日，同事在整理他留在重庆办公室的遗物时发现，他第一次去福建东风镇中美合作所特训班给学员上课前，已经写好了3封遗书。一封遗书是写给他所供职的中美合作所，交代手头的工作和遗物的处理。一封遗书写给他的父母，多是些宽慰的话，告慰父母抗战期间，中国为人子者有许多人为国捐躯，家乡没有沦陷日军之手，已甚幸运，家有祖产，可使父母颐养天年，已甚感恩。最后说，他已信耶稣，将在天家有永远的福乐，让父母不必为他的离去忧伤。
政府会关照烈士遗属，二老当以儿子为抗日殉国为荣。一封遗书写给严保会。严保会正在实验室工作时，陈本夫的同事开车送来遗书和留给他的遗物。他接过东西的瞬间，情绪凝固，思维静止，无法呼吸。他无法相信这是真的。遗物中有一个锡铁朱古力糖盒，糖盒里放一个红木首饰盒，首饰盒里一只镶钻白金戒指，一条珍珠项链，一对珍珠耳环，一只白玉手镯，一张陈本夫自制的明信片。明信片正面画一幅水彩画，一个小男孩单腿跪地，手捧红玫瑰，献给一个身穿连衣裙戴蝴蝶结的小女孩。明信片背面写着：保会，自民国31年6月28日时，这首饰盒就属于你了，我暂代你保管，时候到了就交给你。此外，有一扎明信片，用红丝带系成蝴蝶结，这是严保会收到陈本夫送的水果后寄给他的致谢卡。每一张明信片都留下了陈本夫的手印。遗物中有刚写了几页的善之物语中文手稿。第一页是书名，第二页写着：本书献给我生命之旅的路标，我所仰慕，我所爱慕，我所敬慕的严保会女士。她使我明白爱之真谛和生命意义。第三页，第一行写着：本书为我曾经学习生活过的日本，为日本国民，还有愿为日本祈祷的人而写。接着写道：留日的经历使我学到很多宝贵的东西，我欣赏大和民族的忠诚、隐忍、规矩、礼节、细致、勤奋、敬业、整洁、善于学习他人之长等诸多美好品质。日本军队开到中国、东南亚，为得到资源、财富、商机，得到统领亚洲乃至世界的权利，使日本国民过上体面、富足、安全、美福的生活。但是自中日交战以来，尤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从日本军人对待中国盟军战俘并平民之行为，我看到阻碍日本民族脱离灾难走向美福的巨大障碍。此碍不除，日本难以成为世界的领导力量，日本国民难以过上有长久安全感的美福生活。这障碍就是日本缺乏以仁爱、宽容为根基之善的价值观。善是无伪的真善，无论用神的标准还是现代任何人的标准衡量，善永远是善，善与恶没有丝毫交集，人无法靠作恶而成就善行。我理解日本军人的残酷来自何处，他们不缺忠诚勇敢，但内心没有被仁爱美善充满。
我也是军人，我也杀过人。当我经历到内心被爱与善充满时，尽管我还承担着职业杀手、军人的使命，我却以新的心态和行为去履行军人的使命。善之物语讲述一个真实的爱情故事，我见证了这段爱情。读者可以从书中看到何为爱，何为善，爱从何来，善从何来，人怎样才能有爱与善，并在爱与善中生活，有真正的美福，有永远的平安，有喜乐的满足。严保慧不敢读陈本夫写给他的遗书，怕控制不住情绪而失态。他向孟厂长告假，说身体不适，回住处休息。他带着陈本夫的遗物和遗书，快步跑出去，到他俩上次走过的山林，在文峰塔下，开满白兰花和木芙蓉的树林旁，趴在他俩坐了好久那只长椅上，捧着遗书，泣不成声，读了一遍又一遍。遗书开头说：宝慧，请允许我这么叫你。其实2年前开始，在我心里，你就不再是严小姐，而是我的未婚妻。自从你和我经历死里逃生，又在陪都重逢，我就确认你是我所等待的伴侣。你唤起我内心的爱意和向善之力，使我发现生命之美。当我知道林教授在追求你时，真想和他决斗。我崇尚公平、平等、公正，要和他公平竞争，看谁赢到最终。后来我发现你并未有嫁他之意，就放了一马。我算不上是好人，从前干过不少在你眼里看为邪恶的事。在重庆又见你之后，我开始厌恶罪恶的自己。看得出来，林教授远比我高尚，但我相信将来我必能超越他。我比林教授更合适你，因为我比他更懂你的心。我明白你内心深处的需要。我虽然没见过徐教官，但凭直觉知道，我和徐教官有吸引你的共同特质。这使我相信，我必能赢过林教授，得到你的心。中日之战不会一直打下去，和平迟早来临。战争结束，我将正式向你求婚，娶你进陈家的门。陈家也算世代书香，祖上出过一位翰林院学士，一位探花，但还没有受过西方教育的新女性。能娶到你，必是陈家光耀门楣。订婚聘礼2年前已备妥，放在朱古力盒里面的红木首饰盒中，好在2年前预备，不然现在钱一贬值，就买不起了。为此还要感谢你，使我财富升值。读到这里，宝慧哽咽，眼泪如泉，读不下去，哭了一会儿，才等继续读。
回顾这么多年走过的路，我明白了约伯的话：人为富人所生，日子短少，多有患难，出来如花，又被割下，飞去如影，不能存留。我经历过不少苦楚，也见过不少人经历苦楚。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也饱受苦楚。若神看我在地上工作太辛苦，要早些接我回天家歇息，则今生就无法与你携手抗疫。读着读着，他的眼泪滴在遗书上，泣不成声。今天就到这里了，多谢各位收听、收看、订阅。